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王一博2026 China GT 赛季手册，专注力与实力并存，85号赛车手的蜕变之路。3月28日，上海国际赛车场迎来了一位格外引人注目的身影——王一博。这一天，他以85号车手的身份出现在赛道边，身着专业赛车服，面对呼啸而过的风，目光始终锁定在前方的数据屏幕上，眉宇间透出一种与年龄不完全相称的沉稳与专注。这是他参加2026 China GT 赛季正式开幕前的第一次测试，也是他这一年备战周期中最重要的技术积累节点之一。从这一刻起，他不是舞台上的偶像，不是镜头前的演员，他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赛车手，带着对速度的热爱和对极限的渴望，踏上了这条充满变数却让他无怨无悔的赛道。在此之前，王一博刚刚完成了一段高强度的攀岩训练周期。攀岩这项运动对人体的要求极为苛刻，它不仅考验肌肉力量与核心稳定性，更要求运动者具备高度精准的动作控制能力和在极端压力下保持冷静的心理素质。长期坚持攀岩训练的结果，是他整个人的体型变得更加精干、紧实、肩宽腰细，四肢修长，肌肉线条清晰而不臃肿，呈现出一种功能性极强的运动体态。这样的身体条件对于赛车运动而言有着难以忽视的优势。车辆在高速过弯时，驾驶员需要以最快速度完成重心转移与方向修正。精干的体型意味着更灵敏的身体反应，更稳定的座舱姿态控制，以及在长时间高负荷驾驶中更持久的耐力储备。当然，体型偏瘦也有其需要克服的短板，例如在驾驶舱内温度动辄突破5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下，更容易出现脱水和体力透支的情况，这对日常训练中的营养补给与体能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他此次测试中展现出的状态来看，这些问题显然已经在日常准备中得到了充分的预判与应对。当天他驾驶的是一辆全新的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赛车，车身采用丛林迷彩涂装，以红色和黑色为主色调，视觉冲击力极强，而醒目的85号码印在车身侧面，成为赛道上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之一。这辆车由 UNL Racing 车队提供，王一博与该车队的合作并非初次，双方之间已建立起相当成熟的信任与默契。正是在这种稳定的合作基础上，此次针对4月18日至19日上海4小时耐力赛的赛前测试，得以以一种高效而有序的方式展开。测试开始时，王一博并没有急于冲击圈速，他选择了一种经验老道的方式切入，先以较低的速度节奏感知新车，细细体会方向盘的阻力反馈、刹车踏板的力道深浅、车身在不同弯道类型下的姿态变化。上海国际赛车场的赛道设计本就富有层次，既有需要全力冲刺的长直道，也有考验细腻操控的复杂弯道群，不同路段对驾驶策略的要求截然不同。他一圈一圈地摸索，逐步建立起对这辆新车的立体认知，将每一个数据变化、每一处转向细节都收入眼底，化作下一圈调整策略的依据。这种不急于求成，先求稳再求快的方式，恰恰是职业赛车手区别于业余爱好者最核心的思维差异所在。随着测试圈数的累积，他的节奏逐渐提升，圈速也开始稳步压缩。据现场记录显示，他当天最终录得的成绩比此前在上海赛道跑出的个人最佳成绩还要略有进步。这 0.1 秒或许在外行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职业赛车的语境下，毫秒级别的提升背后，往往是对入弯时机、油门开度、刹车点选择等一系列技术参数反复推敲与精细调整的成果。能够在新车首日测试中便超越自身历史成绩，
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实力证明。在场旁观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媒体记者，也在这一刻真正意识到，眼前这位从摩托车领域跨界而来的年轻人，正在以一种严肃而坚定的姿态，向职业赛车手的核心群体靠拢。中午的休息间隙，他从驾驶舱里走出来，摘下头盔，发丝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脸侧。有人用镜头捕捉到他蹲在地上仔细检查轮胎的瞬间，那个姿势透着一种朴素的认真，没有任何表演成分，完全是出于职业本能的专注。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水，大口补充水分，稍作停顿后又走向计时器旁，继续核对自己的圈速数据，眼神专注而内敛。午休对他而言不是放松的时段，而是下午训练前的技术复盘窗口。下午的训练内容进一步升级，车队安排了模拟正式比赛节奏的连续跑圈任务，主要目的是测试车辆在长时间高负荷运行下的性能稳定性，同时考验车手的持久专注力与体能储备。4小时耐力赛与短圈速赛事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仅需要车手具备单圈的极限速度，更需要在漫长的比赛进程中保持稳定的发挥节奏。任何一次注意力的涣散或身体状态的波动，都可能在最终成绩上留下不可挽回的代价。王一博按照车队计划完成了全部训练项目，全程表现稳定，没有出现操作失误，也没有因体力下滑而导致圈速出现明显波动。当他最终将赛车停回指定位置，向车队比出一切顺利的手势时，脸上浮现出的那种轻松与笃定，是一种只有真正完成了高质量训练的人才会有的满足感。将眼光拉长来看，这一天的测试不过是王一博在赛车领域漫长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他最初以摩托车运动员的身份进入速度竞技的世界，彼时外界对他能否在4轮赛车领域立足普遍持保留态度，认为不过是一人跨界尝鲜的短暂插曲。然而事实的走向一次又一次地回应了那些最初的质疑。去年在上海举行的8小时耐力赛上，面对驾驶舱内超过5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他没有退缩，也没有保守地降低强度，而是硬撑着完成了全部比赛里程，并最终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名次。那一战是他向外界递交的一份沉甸甸的职业宣言。今年，随着赛车完成了技术层面的全面升级，外观也换上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全新迷彩风格。王一博与这辆85号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之间的磨合，也从第一天的测试正式开始。赛车服紧紧包裹着他修长的身形，防火材质虽然厚重，却没有妨碍他在座舱内的任何操作动作。阳光打在车身上的金属光泽与迷彩图案之间，它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而有力。那一刻，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挥洒汗水的偶像，与此刻这个凝视赛道数据屏幕的赛车手，在同一个身体里达成了某种和解与共存两种身份，同一种对极致的追求。攀岩与赛车表面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形式，但内在的逻辑却高度一致。前者要求在瞬息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动作判断，后者则要求在数小时的高度紧张中维持近乎完美的专注状态。两者都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作为底层支撑，也都容不下丝毫的自我放纵与松懈。这种跨项目的能力迁移，使王一博在赛车这条路上拥有了比一般转型车手更扎实的心理基础。他不是在用天赋取胜，而是在用一种近乎偏执的专注与积累，拓展自己在速度竞技世界里的边界。一天的训练收尾时，他走出驾驶舱，用手背随意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嘴角浮现出淡淡的笑。周围的车队工作人员围拢过来讨论当天的数据与调整方向，他侧耳倾听，时不时点头，眼神清醒而专注。没有浮夸的庆祝，没有刻意的展示，有的只是一个认真完成了一天工作的人对下一个工作日的平静期待。这种踏实的职业姿态，
或许比任何一张帅气的赛道照片都更能诠释他在这条路上真正走到了哪里。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测试训练还将持续进行，直到4月18日正式比赛的发令枪响起。对于那场4小时的耐力较量，王一博说不上紧张，有的更多是兴奋与期待。毕竟赛道是他最愿意全力以赴的地方，只要站在起跑线上，他就不会给自己留任何退路。他曾说过一句话，简短却有力：我不是来玩的。这6个字是他对所有质疑最好的回答，也是他对自己最清醒的定义。这就是王一博，一个愿意为热爱付出全部，在速度与专注中寻找自我边界的人。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